说起元节，你可能不太熟，但要提到十余湖上醉歌，那可就有意思了。这是一首特别接地气的诗，写的就是喝酒、唱歌、吹牛，但偏偏写出了一种古代士大夫的洒脱劲儿。诗的作者元节是盛唐向中唐过渡时期的诗人，在道州（今天湖南永州一带）当过刺史。他这人挺有特点，一方面特别关心民生疾苦，写过《冲灵行》那样深刻批判现实的作品，另一方面又会写这种放浪山水的诗，活得挺通透。这首诗写于元节在道州做官期间，道州城外有个十余湖，湖里有块石头长得特别像鱼，所以得了这个名字。元节在湖上修了个亭子，造了个可以飘在湖上的酒坊，经常招呼朋友们来喝酒。某次喝高兴了，就写了这首诗，还配了篇序。来，我们先读一读这篇序，再读诗，看看元节到底怎么玩的。序慢叟以公田米酿酒，因休暇，则在酒于湖上，时取一醉。欢醉中，据湖岸，隐蔽项羽取酒，时访在之，便饮作者。亦以巴丘着于君山之上，诸子环洞庭而坐，酒坊泛泛然触波涛而往来者，乃作歌以长之。诗十余湖，四洞庭，下水欲满君山青，山为尊，水为沼，酒徒历历作舟道。长风连日作大浪，不能废人运酒坊。我持长瓢作巴丘，酌饮四座以散愁。读完什么感觉？是不是觉得这老哥太会玩了？把十余湖想象成洞庭湖，把十余想象成君山，然后自己坐在巴丘洞庭湖边上的山上，拿个长瓢纵十余身上取酒，让酒坊在湖上飘来飘去，载着酒给大家喝。这想象力简直像个孩子王。我们一句一句来看。十余湖，四洞庭，下水欲满君山青。夏天的十余湖，水快满了，十余君山青青的。元节一上来就把小湖想象成大湖，把十余想象成君山，瞬间把格局打开了。这不是简单的比喻，是喝酒喝出来的豪情。山为尊，水为沼，酒徒历历作舟道。山就是酒樽，湖就是酒池，一群酒徒清清楚楚地坐在湖中的小岛上，这画面感太强了。青山当酒杯，湖水当酒池，人坐在岛上，天当被子，地当床，要多潇洒有多潇洒。长风连日作大浪，不能废人运酒坊。就算连着几天刮大风起大浪，也阻挡不了我们运酒坊的兴致。这句话特别有劲儿，风浪算个啥，喝酒最大。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喝酒了，这是跟老天爷较劲，跟大自然叫板。最后一句最绝，我持长瓢作巴丘，酌饮四座以散愁。我拿着长瓢坐在巴丘山上，舀酒给四面坐着的兄弟们喝，好让大家散了心头愁。这里的散愁特别值得玩味。元节当地方官看到民生凋敝，战乱未平，心里肯定有不少愁，但他不说破，只说散愁，用一种最洒脱的方式把最沉重的话题带过去了。这首诗的妙处在于它的举重若轻，表面上看就是喝酒玩乐，但背后藏着元节对乱世的无奈和对人生的达观。安史之乱后，整个社会千疮百孔，作为地方官，他看到的黑暗面太多了，但他选择不直接控诉，而是营造出一个酒中天地，在这个天地里，风波不能废酒性，山水皆可做酒器。这是一种精神胜利法，也是一种高级的深层智慧。从语言风格来看，这首诗特别散文化。元节故意写的不像诗，像随口说出来的话，句子短，节奏快，大白话，但特别有味道。比如不能废人运酒坊，完全是口语，但放在诗里就有一种斩钉截铁的力量。这种风格后来影响了宋代的苏轼，苏轼的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，就有元节的影子。再说说这个酒坊的意象，元节专门做了个能飘在湖上的酒船，这本身就是个行为艺术。他不是在房间里闷头喝酒，而是把喝酒变成了一场仪式，一场行为艺术。酒坊在湖上飘，就像人生的漂泊，但漂泊中还能喝酒，还能唱歌，还能散愁，这就是一种态度。风浪越大，越要喝酒；世道越乱，越要潇洒。有人可能会说，元节这是逃避现实，但你换个角度想，在那样一个黑暗的时代，能保持一份这样的洒脱，不也是一种反抗吗？我不跟你正面硬刚，我躲进我的十余湖，躲进我的酒坊，躲进我的想象里。在那里，山可以是酒杯，水可以是酒池，我就是那个掌管快乐的王。这种精神上的自由，比任何物质上的富足都珍贵。而且元节这不是单纯的个人享乐，他酌饮四座以散愁，是要把这份快乐，这份洒脱传递给身边的人。他当地方官，平时肯定是个挺有亲和力的人，公务之余能带着同事们、朋友们一起游湖喝酒，一起暂时忘记烦恼，这也是一种领导艺术。一个好的官员不仅要能治理地方，还要能给大家精神上的慰藉。
这首诗的深层含义还在于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定义。在袁杰的想象里，人不是自然的征服者，也不是自然的旁观者，而是自然的一部分。山可以为尊，水可以为爪，人可以在中间自由穿行。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，在中国古典诗歌里很常见，但袁杰写的特别生动，特别有烟火气。他不是高高在上的讲哲学，他就是个喝高兴了的老头，在湖边手舞足蹈的吹牛。你可能会问，这首诗有什么现实意义？我觉得它教会我们一种苦中作乐的能力。生活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，特别在现在这个时代，每个人心里都有不少愁。但袁杰告诉我们，愁是可以散的，方法可能很简单，找个朋友，找个角落，造个酒坊，在想象中把世界变成你的游乐场。这不是逃避，是给心灵放个假，让自己有力气继续面对那些不得不面对的艰难。袁杰这个人挺有意思，他一方面能写出拨乱反正的豪言壮语，一方面又能写出浊饮四座以散愁这样的接地气诗句。他不做作，不端着，该忧国忧民的时候忧国忧民，该喝酒唱歌的时候喝酒唱歌。这种真实让他的诗特别有生命力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除了点赞、关注和分享，也可以请我喝杯咖啡哦。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